白雪是一名电影演员，她在外面忙了一天，洗完澡后就准备上床睡觉。可她正要关灯的时候，却透过镜子发现床底竟然有一个男人的身影。她吓得大惊失色，却不敢发出声音，还捂住嘴巴，尽量克制自己的情绪。那这个男人到底是谁呢？原来在不久前，快递员老吴到白雪的家里送货，而白雪刚洗完澡，看起来性感又妩媚，老吴就忍不住多看了几眼，还找了个理由让白雪检查一下包裹有没有问题。打开看看吧，要是有损坏的话还能拒签。就在白雪弯腰的时候，她又趁机偷看，恰巧被白雪的男友给看到了。她一眼就看穿了老吴的意图。瞧什么呢？啊？问你话呢？瞧什么呢？我拆快递呢。拆什么快递啊？快递用你拆吗？啊？再说了，拆快递就瞧快递，你瞧哪儿呢？你胡说什么呀？谁胡说呀？你说我瞧哪儿呢？白雪不想惹是生非，并没有过多的追究。可男友咽不下这口气，他马上到快递公司进行了投诉，导致老吴当月的奖金被取消，还被臭骂了一顿，差点丢了工作。他因此怀恨在心，于是就产生了报复的念头。他开始有意无意地观察白雪家里的动静，结果发现白雪因为拍戏经常要出差，而她的男友也总是不在家。这天，老吴给白雪的邻居送完快递后，就来到了走廊抽烟，却意外偷听到白雪在给朋友打电话。他说自己这几天要出差，希望朋友可以到家里帮忙喂猫，钥匙就放在地垫的下面。这让老吴看到了机会。与此同时，邻居小汪也听到了白雪的电话内容，他对漂亮的白雪爱慕已久，还经常透过猫眼偷窥她的一举一动。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，白雪走了之后，他就用钥匙打开了房门，然后又将钥匙放了回去。刚进家门，他的行为就十分怪异，对着墙上的艺术照就亲个不停，接着还掏出手机自拍，用这种方式和女神近距离接触。他随后又来到了2楼的卧室，从衣柜里面找到了一件吊带睡衣，然后就陷入了幻想。可没想到他太投入，最后竟然在床上睡着了。到了晚上，快递员老吴又用同样的方式溜了进来。小汪听到楼下有动静才猛然惊醒，他看对方鬼鬼祟祟，就以为他是小偷，便急忙躲到了衣柜里。原本以为对方偷完东西就会离开，没想到这个时候白雪又突然返回家中。原来他乘坐的那架飞机因为天气原因取消了航班，他暂时走不了，只能先行回家。老吴听到动静后，立马躲到了窗帘的后面，还不小心踩到了一只猫。白雪听到猫叫后，就开灯四处找猫。就在他准备掀开窗帘的时候，手机却响了起来。在他接电话的瞬间，老吴又趁机躲到了楼上卧室的衣柜里。不久后，白雪来到了浴室洗澡，想起她曼妙的身姿，老吴的心里充满了幻想，随后便产生了一个邪恶的想法。他不打算马上离开，而是躲到了床底，准备近距离窥探白雪的隐私。结果小毛看到他时就会叫个不停，听到动静的白雪也准备出来查看，老吴就把床上的皮带扔到地上，然后又躲了起来。白雪以为刚才是小猫在捣乱，所以也没有在意。可她洗完澡正准备上床睡觉的时候，却透过镜子在床底看到了一个男人的身影。她吓得魂飞魄散，就扔出去一个枕头，想挡住对方的视线。冷静下来后，她准备用手机报警，却发现手机没电了。她又小心翼翼地去拿充电线，结果枕头压在充电线上，她用力一拽，枕头也瞬间移开了。两人四目相对的那一秒，白雪再也无法掩饰心中的恐惧，大声地尖叫了起来。而老吴马上拿出来一把刀，以此来威胁白雪。他本想劫财，可他见白雪妩媚动人，就立马有了色心。但白雪不愿意束手就擒，还奋起反抗，一脚踢中老吴的要害。老吴被踢得疼痛难忍，白雪就趁机跑到浴室，还把门给反锁了。老吴在外面疯狂地踹门，好在门很结实，老吴根本踢不开。为了安全起见，他决定一走了之，却发现大门被反锁了，而钥匙还在白雪的手里，他只好重新返回，用刀继续破门。而此时的白雪已经吓傻了，他突然想到浴室的隔音效果一直不太好，于是就朝着楼上大喊救命。幸运的是，楼上的这对夫妻竟然听到了，可他们以为是错觉，并没有太在意。眼看房门就要无法支撑，白雪又急中生智，她拽掉吹风机上的电线，然后放到门的把手上，
充电的那一刻，老吴被电得四肢抽搐，随后便晕倒了。确定门外没了动静，白雪才忐忑地打开了房门，然后就想跑出去报警，没想到这是一个圈套。老吴忽然把他拉住，白雪被拽到地上后就晕了过去。老吴又捡起钥匙准备离开，可刚到门口，却透过猫眼看到楼上那对夫妻正在敲门。原来两人听到救命后有些不放心，所以就想下楼看看。老吴突然想起来，前面在衣柜里看到了白雪和男友的游戏装备，于是就回到房间，还马上换上了装备。夫妻二人有些尴尬，还让他们小点声就回去了。老吴这才放下心来。而醒来的白雪跑到了房间，还用平板电脑给朋友发了求救信息，随后便躲到了床底。可发出的消息很快就被老吴发现了，他立马撤回了消息，白雪也因此错过了求救的机会，他吓得大惊失色。老吴又将他拽了出来，两人很快就扭打在一起。在混乱中，白雪还扯掉了老吴的面罩，也看到了对方的真面目，他感到不寒而栗。这个歹徒就是之前给自己送过快递的老吴。为了保护自己，他来不及多想，就开始奋力挣脱，随后便向门口跑去。而老吴很快便追了上来。在这危急的关头，白雪拿起门口的棒球棍，迅速打掉了老吴手中的刀，局势马上发生了变化。老吴被打得无力还击，可在一个转角的地方，白雪一棒打过去，却被老吴给躲开了，棒球棍也掉到了地上。他迅速捡起棒球棍，白雪就捡起旁边的刀，还祈求老吴能够放过自己，因为自己现在怀着身孕，希望他能看在孩子的份上，能饶自己一命。原来在不久前，白雪发现自己怀孕了，男友想让她把孩子生下来，但她最近接了一部戏，她不想因为孩子的事情影响自己的前途，所以就想打掉。可在紧要的关头，母爱却将她唤醒了，她不想伤害这条小生命，还向老吴保证自己绝对不会报警，家里任何值钱的东西也可以一起带走，就当一切都没有发生过。这样的承诺让老吴有些心动，可他还没有决定好，外面又传来了敲门声。原来两人的动静闹得很大，楼上的夫妻觉得十分可疑，就再次登门确认。为了表示诚意，白雪在老吴的指示下，用几句话把夫妻二人打发走了。老吴见状也放下了警惕，他扔掉了棒球棍，还示意白雪把手上的刀也放下来。白雪半信半疑，他刚想把刀放下，小汪却在这个时候冲了出来。他刚才目睹了白雪被欺负，但他生性胆小，没有勇气出来帮忙，直到白雪被打晕后，他才鼓起勇气冲出去大喊救命。可老吴又怎么可能让他坏了自己的好事呢？眼看生命受到了威胁，他就跑到厨房里拿了一把刀准备自卫，结果被老吴一个酒瓶打晕了。没想到刚醒来就看到了这一幕，白雪看到家里竟然还有一个歹徒，也感到十分绝望。老吴却趁机不备，拿起棒球棍打掉了白雪手里的刀，随后又把小汪打晕了。就在他得意的时候，却被白雪迎面砸来的重物击倒在地。一番操作下来，动静也闹得特别大，楼上的那对夫妻实在是不放心，又过来敲门询问。白雪已经精疲力尽了，她打开了门，两人见状也吓了一跳，随后便马上报了警。这场危机才算真正的解除。直到这一刻，白雪才意识到了生命的可贵。她打电话告诉男友，自己决定生下孩子。虽然工作很重要，但是完整的家庭对她来说才是最珍贵的。一个人生活有很多安全隐患，尤其是独居女性，要提高自我防范和保护意识，选择治安好的小区居住。快递的收货地址也尽量不要写得过于详细。面对陌生人的时候也要提高警惕，只要提早做好防范，就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，不让坏人有可乘之机。好了，故事就说到这里，喜欢记得关注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